你听到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很心动？对富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给低收入家庭多发福利，给穷人设置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给弱势群体高考加分，要求各行各业给弱势群体破格聘用，搞配额制。西方很多进步主义者都这么呼吁啊，说这样才能保护弱者，实现社会公平。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花了半个多世纪追踪研究，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些看起来对穷人有利的社会正义的理念和政策，到最后反而让穷人越来越穷，甚至彻底没了翻身的机会。精英们畅想的美好的社会公平，到头来反而酿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灾难。可能有人要质疑了，他能讲出这种话，肯定家境优渥，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事实恰恰相反，托马斯·索维尔就是从最底层一路爬上来的。他从小在黑人贫民窟长大，父母双亡，寄人篱下，16岁就辍学住进了收容所，干过各种底层的脏活累活，尝尽辛酸。后来参了军，退伍后考入哈佛大学，一路苦读，拿下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最终成为了顶尖的经济学家。年轻时的索维尔也曾认同白左进步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不平等，保护弱势群体。但参与了联邦政府的研究之后，他震惊地发现，许多看似善意的帮扶政策，非但没有拯救穷人，反而让弱者的处境更糟了。正因为尝过底层的苦，索维尔才敢戳破精英的伪善。他说，如今很多打着社会正义旗号的主张，根本就不是在帮弱者，只是满足了精英的道德优越感，而且精英永远不用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本经济学经典 Social Justice Fallacies 社会正义谬误。在我看来，它是21世纪最值得一读的清醒之作。我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啃完了英文原版，做了几十页的笔记，把核心思想全都讲给你听。看完这期内容，你会更理性地看待公平，也能分清哪些主张是在割你韭菜，哪些做法才能真正的帮你和家人改善生活。和大家预告一下这本书里提到的3大核心谬误。第一，机会均等谬误。结果本来就不可能平等，人和人、群体和群体的差距不是歧视造成的，而是地理、文化、历史等多种不可控因素影响的。第二，棋子谬误。精英总是把人当成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忽视了人的真实需求，最后往往是好心办坏事。第三，知识谬误。精英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喜欢替别人做决定，这种拯救情节往往带来灾难。本期内容会非常深刻，如果你能坚持看到最后，你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少数的清醒的人。一、机会均等谬误。很多人有一个朴素的正义观，只要机会平等，结果就应该差不多。哪个群体收入低，在某个行业占比少，就一定是社会不公，是制度歧视造成的。但托马斯·索维尔直接指出，这就是典型的机会均等谬误。即便所有人起点完全一样，结果也必然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并非来自歧视，而是地理、历史、文化等不可控因素共同造成的。举个例子，美国黑人经常控诉科技行业里黑人占比低，亚裔比例高，就是因为雇主歧视。索维尔一句话就点破 NBA 球星绝大多数是黑人，亚洲面孔寥寥无几，难道是 NBA 歧视亚洲人吗？索维尔提醒大家，别一看到结果不平等就立刻归罪于歧视。不同群体的成就差异背后是长期历史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能力差异。华人为什么在数理化、工程、科技领域更加突出呢？根源就是我们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文化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无论在哪儿，华人家庭都很看重学业成绩，数据也非常直观。美国黑人和拉丁裔人口加起来远比亚裔的多，但是拿到工程学位的亚裔反而更多。博士数量甚至是超过这2个群体的总和。我也搜集了近2年的数据，美国顶级的 AI 人才里，华人占到了75%。OpenAI、微软、亚马逊这些大厂的核心岗位也有大量的华人担任。说白了，市场是讲究效率的，老板才不管你什么种族，谁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钱就招谁。
反过来看，亚裔在体育、音乐这些领域确实不占优势，而黑人的优势就格外突出。NBA 70%以上都是黑人， NFL 半数以上是黑人，爵士、布鲁斯、嘻哈也都是黑人撑起来的。这就是不同族群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拥有的不同特长。而这正是索维尔在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 reciprocal inequalities 互惠性不平等。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族群能够在所有领域都拔尖，大家都是各有所短，各有所长。文化传统只是一方面，影响人和人差距的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因素，比方说地理、气候、历史环境等等，他们共同塑造了能力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人生结果的不同。哪怕成长在同一个家庭，出生的顺序也会带来巨大的成就差距，老大天生就占优势。索维尔引用了一组数据，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国家优秀奖学金获得者都是长子长女，即便是在2孩、3孩、4孩、5孩家庭里面，这个规律依然成立，老大的学业成就普遍高于弟弟妹妹。放眼全球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长子长女的比例也明显更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期能独享父母全部的关注和陪伴，这种早期资源的倾斜会拉开和弟弟妹妹的差距。连出生顺序这种小事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家庭内部环境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更宏观的外部环境了。而所有的外部条件里，影响最深远的，也是最无法选择的，就是地理环境。索维尔提到，全球经济发达的地区几乎都是在水陆沿线，因为古代水运成本比陆运低得多，水边更容易形成城市、文明和繁荣的商业，信息交流更顺畅，人的技能和眼界也更容易提升。他还提供了一些数据，在美国沿海大城市生活的人，平均智商就比中部封闭山区的居民更高。除此之外，全球土壤的条件也非常不均衡，经济强国大多集中在温带地区。索维尔指出，温带沿海的肥沃土地只占全球陆地的 8%， 却养活了 23% 的人口，创造了 53% 的 GDP。 为什么呢？因为温带土地肥沃，经济产出更高，加上四季分明的气候，人们更容易养成春耕秋收长期规划的习惯。这种延时满足的特质，自然会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华人移民到东南亚、北美，往往只用2代人的时间，收入就能超过当地人群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其实早已悄悄塑造了我们的个人能力。索维尔强调 Nature is not egalitarian， 大自然不是平均主义的，地理、历史、文化、家庭无数因素共同决定了人和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追求机会平等，但结果平等本身就是不可能的。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发呢？很简单，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公平优势。就像我在我的书《绽放》里面写的，别总拿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如果让一条鱼去爬树，它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很愚蠢。你所在的环境里一定藏着专属于你的天赋馈赠，找到你的相对优势，如鱼得水，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和你竞争。2. 棋子谬误。对富人多征税，再拿钱补贴穷人，这句话一听是不是特别诱人呢？这类财富再分配听上去无比正义啊，真落地却往往适得其反。因为有钱人根本不会坐以待毙，咱们中产被房贷、车贷、工作死死的绑住啊，跑不掉。但富豪和资本是全球流动的，起飞逃跑喽！投资免税证券、移民转移资产，避税手段多的是。索维尔研究发现呢，提高税率根本带不来更多税收，反而得不偿失。英国和美国都有过惨痛的教训。英国曾经把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到 51%， 结果大批的对冲基金经理还有金融人士直接跑路了，去瑞士了，税收大幅流失。美国马里兰州曾经想给年收入100万的人加税，2008年新规一出台，富人纷纷搬走，最后税收反而少了2亿多美元。说白了，有钱人不是傻子，傻傻的等你来收税呢。反过来，更低的税率反而能吸引企业和资本进来，最后税收越变越多。冰岛1991年到2001年把企业所得税率从 45% 降到了 18%， 税收直接翻了3倍。
美国1920年到1928年把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73%砍到了25%，税收反而大幅上涨。索维尔批评很多知识分子完全脱离现实，他们想当然的觉得税率越高，税收就越多，一味的鼓吹加税，根本不考虑现实中的人会怎么样做出反应。这种向富人开刀的政策听起来是在帮穷人啊，可实际上富人毫发无损，政府税收还变少了，最后吃亏的还是底层。除了加税啊，西方政客还喜欢给老百姓发钱来拉选票，听上去又是件大好事儿。但钱从哪儿来呢？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印钞票，这会带来通货膨胀。索维尔心痛地强调，通胀本质上就是一道隐形的税，受伤最深的就是穷人。穷人手里只有现金，几乎没有资产，通胀一来，钱直接贬值了。富人有房产、有工厂、有资产，完全能够对抗通胀。很多人以为政府发钱是自己占了便宜，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索维尔在书里写道，People who imagine that the benefits they receive free from government will be paid for by others may discover that they themselves end up paying for those benefits. 这就是索维尔所说的棋子谬误。精英们总把普通人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以为自己替大家安排好，别人就会乖乖的配合。可现实是，没有人是傻子，政策不会按照精英设计的路线展开，常常都是好心办坏事儿。索维尔拿最低工资标准为例，这项政策本来是想保护美国底层的打工人，结果却完全相反。1948年，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失业率是差不多的，但50年代推行了最低工资标准之后，黑人青年失业率一路飙升，长期维持在20%左右，几乎是白人的2倍。为什么会这样？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一想就明白了。以前招个没经验的黑人小伙子，图的就是便宜啊！现在最低工资上涨了，数完了，1、2、3，重来一遍。我的老天爷呀！新手和熟练工一样贵，我为什么不直接招一个熟练工啊？所以没经验的年轻人自然就更难找工作了。这项政策本意是保护底层的黑人，最后反而让他们大量的失业，甚至走投无路，被逼向了犯罪边缘。索维尔还举了价格管控的例子，美国政府曾经设定过最高租金，本意是保护租客，可是房东发现租金连维护成本都不够，干脆不租了，结果市面上房源短缺。这就是精英们的棋子谬误，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弱者，最后却把弱者推向了深渊。索维尔在书里写道 ，Neither social justice advocates nor anyone else can safely proce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articular laws and policies they prefer will automatically have the results they expect,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how the people on whom these laws and policies are imposed will react.Both history and economics show that people are not just inert chess pieces carrying out someone else's grand design. 3. 知识谬误。精英们普遍有一种通病啊，把自己当成全知全能的上帝，觉得普通人愚昧无知，不会做选择，必须由精英来替大众安排人生。但索维尔明确反对这种想法，知识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掌握的，社会里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生存经验和智慧，最有资格为自己做决定的永远是当事人自己。他以跨国移民为例啊，去哪里谋生，路线安不安全，靠的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民间口口相传的一手信息。一战前半个多世纪里，到美国打工的华人中有60%都来自于广东省的台山县，靠的就是同乡之间互相提携，信息互通。这些影响命运的细节，精英们往往一无所知。索维尔把这种高度具体不成文的生存经验称为 consequential knowledge 后果性知识。这种知识散落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手里，每个人的知识都不一样，也只有自己才能用它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决定。
可偏偏很多精英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定老百姓不配自己做决定，非要替所有人安排一切，结果往往把普通人的生活推向了更糟的境地。索维尔举了一个美国旧城改造的例子，进步主义者看到贫民窟破旧，想改善一下穷人的生活，于是就拆掉了老房子，盖起了新楼，再请原来的居民搬回去租住。这个措施明明很温暖，可这些移民非常生气。这些移民大多是小摊贩、零工，住在破烂的小区，就是为了节省租金，把钱寄回饥荒中的欧洲老家救急。他们的梦想就是慢慢攒钱，开一家小店，把全家都接过来住。结果小区一升级，租金大涨，再也攒不下钱了，脱贫的路直接被堵死了。一场好心的改造，最终变成了灾难。索维尔直言，再厉害的精英也是术业有专攻，没有人能站在上帝的视角替所有人规划利益，实现完美的正义。精英之所以热衷于替别人做决定，一方面是为了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的代价。索维尔犀利地写道，Stupid people can create problems, but it often takes brilliant people to create a real catastrophe. 比无知更危险的是精英的拯救情节，他们不仅要替别人做决定，还要用自己的高尚理想改造社会，把自己喜欢的那套价值观强加给所有人。索维尔举了美国平权法案的例子，为了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美国的白左要求大学对黑人实行降分录取，这似乎很符合教育公平啊。但是黑人的处境有变好吗？并没有。首先，黑人并没有因此脱贫。60年代之前没有黑人加分政策的时候黑人贫困率下降速度非常快。黑人加分政策推行之后，脱贫的进程停滞了。第二，靠加分进入名校的黑人学生普遍学业跟不上，没办法毕业。即便是进入了顶尖的医学院和法学院，黑人学生也一样艰难，上课根本听不懂，考出行医执照、律师执照的概率非常低，甚至比普通院校的黑人学生更低。哈佛医学院一位教授更是直言，很多医学院只是在以慈善的名义招收不达标的黑人学生，招进来毕不了业，真的是残忍。降低标准放行更是残忍啊，这是对患者的不负责。手术大功告成啦，谢谢医生。哎，我剪刀去哪儿了？哎呀，拉到病人的肚子里了。所以底层出身的索维尔反而强烈的批评，这种看似保护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削弱弱者，让他们越来越依赖，失去竞争的能力。真正对黑人有利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公平竞争。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黑人的分数比白人低了200多分，结果大量的黑人无法毕业。后来，加州大学干脆取消了种族加分政策，黑人毕业率反而明显上升，理工科的黑人毕业人数更是大涨了51%。索维尔的结论非常清醒，美国精英必须放下拯救情节，有崇高的理想没问题，但为了理想不计代价，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全社会，最终一定会酿成灾难。历史一再证明，不刻意保护弱者，他们反而能靠自己的努力站稳脚跟，提升社会与经济地位。你看，事实摆在面前，可精英们为何不肯承认这类保护措施是无效的呢？索维尔一语揭穿了他们的虚伪，他们其实不关心底层。Those with the social justice vision often fail to show any serious interest in the progress of the less fortunate. 知识谬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很简单，学会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任何人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替你规划人生，都未必真的是站在你的立场。无论谁帮你选，最后承担后果的永远是你自己。你才是最了解自己处境的人，也是你人生最靠谱、唯一能负责到底的决策者。相信自己的决策能力吧。读到这里，我也忍不住反思，其实人性大多都相似，我们总觉得自己的道理才是真理，忍不住想去干涉别人的生活。长辈用过去的经验约束晚辈，精英用高高在上的视角设计普通人，城里人用城市的标准评判乡村。你看，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正义强加给别人，其实带来的往往不是美好，而是灾难。
每个人管好自己，守好边界，就是对自己、对社会最大的负责。索维尔已经95岁了，他见证了1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变迁，也见过太多荒唐和丑恶。他一生都在关注底层，敢说真话，敢戳破精英的幻象。因此呢，他经常被誉为知识界的良心。他有一句名言我特别认同：When you want to help people, you tell them the truth. When you want to help yourself, you tell them what they want to hear. 如果你感兴趣索维尔的思想，想了解一些经济学的真相，我还建议你读一读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财富、贫穷和政治》，你会理解财富和贫穷的本质。他讲到贫穷才是世界的常态，而富裕是特殊的例子。那财富到底从何而来？普通人应该怎样提升自己的财富水平？这本书会给你非常颠覆的认知。如果今天的讲解给你带来了更多的独立思考、深刻见解，请记得给我点赞、收藏、转发一下吧。我是爱读英文原版书的夏冰雹，你还想听我拆解哪本深刻清新的好书？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拜拜。